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HSK 5级的考前系列辅导课。我们今天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哪一部分呢？对了，还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书写部分。之前的课程啊，我们已经讲了书写的第一大部分排列句子，很多的语法其实都在第一部分已经全部讲到了。今天我们还是接着上节课继续来聊一聊第二部分第99题，结合词语写短文。结合词语写短文，一起再来想一想，考你什么呢？对，它呀给你5个词，对不对？让你来写一篇文章，写一篇小段落，或者说写一个小段落，多少字的小段落？一般来说呀是80字。给大家建议的时间呢，如果你前边的题做得快，你可能有16分钟、17分钟。但是如果你第一部分的题做得稍微慢了一点点，我们说呀，你也应该在15分钟之内把它完成。因为还有下面第2个段落看图写作，需要你来写一个80字左右的段落，对不对？所以呀，还要给第2部分留充足的时间。好，上节课我们聊了很多，说了哪些呢？说呀，这道题，大家可以写什么？对，我们可以写一个小故事。如果这几个词看起来你能把它编一个故事出来，当然最好不过了。写故事，我们写哪些东西？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非常好。6个要素，不是说缺一不可，是给大家提个醒儿，你们最好把它都写全了。每个要素写一句话，也能写出来6个句子呢，对不对？那除了写故事，有些词一看呢，这编故事有点难，我们可以写什么？写一个观点，很好。说观点应该怎么写？交代一下背景，然后呢？说明一下具体有哪些现象，最后一定要亮明自己的观点。其实在背景部分，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一开始就写明我的观点可不可以？当然没有问题。书写部分是主观题目，大家只要写的有逻辑，句子是对的，字数达到了要求，所有的词都用到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老师呢只是给大家一个方法。好，下边我们具体的来想一想，回顾一下，拿到这5个词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去写？也就是你做题的思路是什么，步骤是什么呢？非常好，第一步已经告诉大家了。拿到5个词，先怎么样啊？先看一看这5个词都是什么词。有名词，可能有动词，也可能有形容词，有的题目还会给你一个副词，对不对？5个词目当中，你会找到那么2、3个什么词？简单的词。简单的词一般是名词，也有可能有一些形容词或者动词，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大部分简单的都是名词，也就是说，你看到名词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它。为什么？你要通过名词做什么呀？通过这几个简单的词你要确定你写作的主题，也就是在书写部分，尽管只需要大家写80个字左右的一个小段落，你的段落依然需要有主题，你的文章、你的小段落依然需要怎么样？有逻辑。没有逻辑的文章，其实是会丢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确定好主题，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有了这个方向，其他的词你就不需要，我应该像大海捞针一样，我应该拿这个词写什么方面的内容呢？通过你的简单的词确定了你的主题之后，剩下所有的词都围绕你这个主题来写，也就是给了你一个写作的方向，就好像开车有了目标一样，有了目的地，是不是走起来就更快了呢？那完成了第1步，第2步做什么？想一想，我们说第2步应该做什么呢？一起来看一看。第2步我们可以把这几个词怎么样排一排顺序。不是说你一定要排一个先后顺序只是说哪个词先写会比较好呢？
这个词一般来说啊，你写的时候一定会写一个正确的句子，没有把握的词千万不要放在第一句话，老师一看就找到了你的错误，整个印象分就变低了。所以先用的那个词一定是你非常有把握的，一定是怎么样啊？你写出来的句子呀，一定是对的。这样的词一定是你应该先用的词，而且这个词啊，写出来的句子，怎么说呢？一定是比较漂亮，对不对？开门见山的先告诉你背景或者是故事的开始。那剩下的看剩下的几个词应该写哪些句子，脑子里想一想，不要急着去动笔，尤其是用纸笔考试的同学，你写下去之后再改就麻烦了。网络的话，敲敲键盘还能容易一点，纸笔考试的同学尤其注意啊，一定要多想一想。这5个词用掉了1个2个比较有把握的，剩下的那几个词应该写哪些句子？这几个句子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小段落的哪个位置呢？这些都是需要先思考再下笔的。那排完了顺序，写完了句子，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可以看下一题了呀。当然不是，你们还需要做最后一步，哪一步？写完以后呀，读一遍。为什么一直强调不管做什么题，书写部分写完都要读一读呢？读啊，一个是检查5个词都用到了没有，对不对？第二个呢，再来用你的语感判断判断这句话通顺不通顺，是不是一个奇怪的句子？如果是，那就要想一想，要不换一个说法吧，也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句子对不对。第三个呢，看一看字数够不够。最后啊，很快的读完了一遍啊，心里呀就放心了许多。至少我能保证词用完了，句子写对了，字数写够了，那我的分数一定不会低。好，那看完了怎么做？有的同学又要问了，那我看到词我就写不出来句子，老师这可怎么办呢？恭喜你呀，还是有方法的。什么方法？我们今天先看一看2个部分，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也就是说，当大家在5个词当中看到了名词或者动词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词给它变成一个句子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名词部分。说到名词，如果听过老师之前的书写第1部分课程的话，一定有印象的是什么？白勺的，非常好。白勺的用在哪儿？用在名词的前边，也就是说白勺的后边一定是名词。那反过来我们用在我们写作当中呢，我有了名词，我给它加一个的，找一个东西形容一下我这个名词怎么样，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有的真题里边呢，给大家一个词，我们说海鲜。说到海鲜，大家想到了什么？好吃的海鲜可以。还有如果海鲜的种类特别多，然后样式特别多，有清蒸的、红烧的、油煎的等等，做法也非常多呀，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桌丰盛的海鲜，对不对？到了5级了，大家如果想在写作当中书写部分拿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你应该积累一些比较高级的词，也就是说像丰盛的，你就不要总是说好吃的，对不对？说一说更丰盛怎么样？一顿丰盛的海鲜，这样都是提分的亮点。除了丰盛呢，海鲜给大家的印象还有什么？对，我们吃海鲜呢，鲜我们说呀，一定要吃一顿怎么样？新鲜的海鲜，海鲜放着不新鲜了就不建议吃了。去吃海鲜呢，当然是要吃新鲜的海鲜，非常好。所以说，当大家看到名词的时候，不要着急用这个名词直接出一个句子，你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来，先给它加一点修饰语，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词，然后再想更多的词来写一个句子。比如说
说到宿舍，大家想到了什么？有人说我是学生，我住在哪儿呢？我住在宿舍里，这是一个简单的句子。我住在宿舍里，那你可不可以把字数变多了呀？因为要写够80个字呢。对，你可以说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对不对？因为你是学生嘛。那如果你已经工作了呢？我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非常好。这个呀，就是把宿舍当作后边要说的名词。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把它放在的前边，用它来修饰一下其他的名词。举个例子，说环境，你要讨论一下环境，哪儿的环境啊？说我们的宿舍呀，条件非常好，宿舍的环境也非常好。这个呀，就是说用宿舍来去修饰到底是哪儿的环境。比如说，你有很多好的同学，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同学是哪儿的同学呢？我宿舍的同学，可能不是一个专业，不是一个班的，但是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所以这是我宿舍的同学，也都是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应该怎么把一个词变成一个小短语，然后你再用这个小短语去组一个小句子。我们接着来看其他的名词。压力，压力是什么意思？压，对 ，to push to press。力呢？你的力气，对不对？压在你身上的力气是什么呀？pressure， 非常好。那说到压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压力，对不对？身为学生，你要考试，你要参加 HSK 的考试，对不对？你有学习的压力。那老师呢？老师已经工作了，虽然没有学习的压力，但是老师有什么？老师有工作的压力，很好。这个是关于压力的搭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资料。乍一看给你一个资料，让你去写句子，应该怎么写呀？不着急，慢慢来，说一说这个资料怎么样，想一想，当你看到一份资料的时候，你希望它告诉你的东西多不多呢？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老师讲课，你也希望老师多告诉你一些方法，讲的怎么样啊？讲的详细一点。当然资料也是说的多一点，你就知道的多一点。我们可以说详细的资料。还有呢，这是什么的资料啊？这个资料是关于什么的呢？对，有的呀说我可以写这个题目呀，我就写一写我求职方向，求职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向用人单位，对不对？提交一些个人的资料，所以这个是说资料的内容。还有呢，产品的资料。如果你已经工作了，你去向别人介绍产品，给别人一份资料，你要告诉他，您好，这个呀是什么？是我们产品的资料。在写作当中也是，你可以说，资料很丰富，你也可以说我产品的资料很丰富，对不对？只要是跟主题相关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你用一个名词定了一个主题，你就可以想一想，关于这个名词有哪些词语都可以放在这儿呢？有哪些词语可以组成这样的小的短语呢？这样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句子，也是帮助大家怎么样凑够那80个字，很好。接着再看名词，除了有的，还有其他什么的用法？说到名词，汉语当中名词前边都要有什么？有量词，量词前边呢？量词前边要有数词，或者是这、那等等这些指代性的词，对吧？所以你看到名词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短语来把它写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说给你一个学期，看到学期，相信这几个词当中，你用学期来定个主题吧。说一说你的学校的生活，是不是？那你来中国已经学了多长时间了呢？我学了2个学期了，告诉别人时间的长短。还有呢，这个学期你要写一个小故事，对吧？看到学期了，说老师，我要写小故事，什么时候的故事呀？这个学期的故事。如果你要写上个学期呢，你就说上个学期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要写这个学期，你就写这个学期怎么样，对不对？把它呀更具体一点。再看这个忙碌的学期是不是更长了？刚刚说到了白勺的，对不对？哎，看到学期，想一想，想写故事，写什么故事啊？我是学生，哎，这个学期呀要考试，还要找工作，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非常忙，对不对？所以呀，给他一个定语忙碌。什么的学期？忙碌的学期，什么时候呢？这个忙碌的学期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是说明年你会很忙碌呢？告诉别人，把话说清楚。你要说的是这个忙碌的学期，所以呀，一步一步，对不对？白勺的，哎，去修饰学期，然后这那也是可以继续再添加修饰语。所以说呀，在书写部分，词怎么变成句子？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你要先把它变成一个小短语，再通过小短语把它变成一个小句子，然后把句子组合在一起，有逻辑、有主题的去写你的小段落。好，我们接着看更多的例子啊。距离，什么量词啊？说到距离，哎，对。一段距离，非常好。哎，一段距离，从哪儿到哪儿的一段距离。还有呢，那段距离，哎呀，你要想，我去参加工作了，走了很远的路，那段距离非常长，对不对？那你说长，我们还说什么呀？距离长了，说明那个地方远，对吧？那用更高级一点的词呢？你想到了吗？哎，老师给大家一个词。那段遥远的距离，哎，把距离变得高大上了吧？一个简单的词加了那段，又加了一个遥远的，是不是就把它变得更漂亮了呢？好，我们接着看更多的例子，帮助大家，哎，想看一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句子写好、写对啊，才能把一个词变成一个句子。海鲜。刚刚已经说过了，哎，对，可以说这家海鲜，对吧？你说呀，我去吃海鲜了，吃的哎是楼下的那家餐馆，那家餐馆的海鲜特别好，对不对？这家海鲜，还有一顿海鲜，中午吃什么了？我去吃了一顿海鲜，说一顿饭，一顿海鲜。还有。对，你都说了，你看一顿海鲜了，你又知道海鲜前边可以加白勺的，找个东西来形容一下它，对不对？刚刚也说了丰盛的海鲜，那么何不把它两个组合在一起呢？一顿丰盛的海鲜。说小故事里边，我和朋友去楼下那家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这个句子就比我和朋友去吃了海鲜，哎，怎么样？是不是变得高大上了呀？再来听一遍啊！第一个句子，我和朋友去吃了海鲜，非常简单的句子。说实话，不是说5级啊，4级、3级的同学都有可能写得出来这样的句子。那我们到了5级了，都说想要考一个好的成绩，想要写一个漂亮的句子，对不对？怎么写？听老师再来说第二个高大上的句子。我和朋友跟刚刚一样，主语是一样的，我和朋友去楼下的餐厅。哎，先告诉你第一个动作，我们吃海鲜怎么去吃的呀？我们是去那家餐厅吃的，不是点的外卖，哎，不是自己做的，是去餐厅。哪儿的餐厅？楼下的餐厅。好，我和朋友去楼下的餐厅吃了，哎，刚刚是吃了海鲜，这会儿呀说的更丰富一点，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所以整个句子就是我和朋友去楼下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这个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就是说，不管你写什么样的句子，要从小句子开始，慢慢的给它加内容，懂吗？因为你要保证的是什么？先把句子写对，再把句子写的高大上。很
很好，我们接着看，还是刚刚的资料，资料的那个量词是什么？份，很好，几份资料？哎，告诉你这儿有几份资料，还有这份资料，哎，给你看的是这份，哎，不是那边的。这份什么资料？这份产品的资料，又是一步一步的把它扩大了。好，这个呀，就是我们说关于名词的第2个小方法，加这加那加数量短语，好不好？加数词加量词再加名词，变成数量短语。好，接着再来看下一个。最简单的是什么？把我们的名词当什么呀？当做句子的主语。很多时候名词都是一个事物，对不对？这个事物就是句子的主语，就是你要说的主题。哎，那主语后边呢？这个呀就说到了汉语有什么样的句子？主谓宾，非常好。还有呢？主语，哎，副词、形容词。最简单的，老师也是常说的句子，你们呐一开始就学了你好吗？我很好，我很好就是一个简单的主语。副词、形容词，不过我是代词，在这儿呀，我们用的是名词当主语。先看压力，压力很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那我们说压力前边可以加白勺的什么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学习的压力怎么样呢？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很好。还有，你还能说得出来其他的句子吗？想一想其他的副词。除了非常，非常很简单，你还能用什么样的副词呢？对，十分大。这次呀，不说学习了，换一个，我们说工作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怎么样？工作的压力，哎，十分大。这个呀，就是需要大家慢慢的去积累什么？积累不同的副词。关于有什么副词可以放在形容词的前边，请大家多听一听写作第1部分的那些语法课，老师都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我在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介绍方法。好，我们接着看。资料又跑出来了，接着跟大家用这些我们很熟悉的词来举例吧。产品的资料，对不对？那产品的资料怎么样呢？想一个副词，想一个形容词，给你3秒钟时间，给老师一个句子。你的句子出来了吗？一起来看一看老师的句子。产品的资料怎么样啊？特别详细，在这儿用了特别。详细，刚刚也说了，详细的资料，产品的资料。我们说，如果你想把这个句子写得再长一点，你可以怎么说呢？第2个方法告诉了大家什么？名词前边还可以加量词，量词前边加这加那，对不对？加数字。好，这份产品的资料特别详细，是不是又多了2个字，然后整个句子又长了一点点呢？很好，我们接着看。最后给大家的这个长句子就是这份产品的资料特别详细。想一想这个句子老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它写出来的呢？好，我们说给你5个词，其中有一个词是资料。我看了一下，我想说的主题是我工作方面的事情，可以，没问题。工作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呢？可能要介绍产品，那我说吧，我说一个产品的资料。产品的资料，我想特指一下，是跟你讨论的，正在说的这份，好不好？可以，这份产品的资料。这份产品的资料怎么样呢？这份产品的资料呀，特别详细。这样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放大了，把它扩大了，不是放大啊，是扩大。这个句子呀也就出来了，从2个字变成了1句话，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希望大家看到不同的词，多加练习，用老师说的方法多写一写，相信很快呀，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不对？相信有你们多加练习，自己的句子一定会写得非常漂亮的。我们接着看海鲜。这家海鲜刚刚说过了，那接着来呢，用副词形容词，你来形容一下。
这家海鲜特别好吃，可以。好吃不是形容词，但可以形容啊，非常好吃，特别好吃，可以的。还有啊，说海鲜一定要新鲜，对，这家海鲜非常新鲜。那你要说这家海鲜在哪儿呢？这家海鲜呢，在楼下或者在单位的旁边、学校的附近都可以，直接往前放，好不好？单位楼下的这家海鲜非常新鲜，学校附近的这家海鲜非常新鲜，是不是句子更长了？这只是一个方法，方法告诉了你需要做的是什么？练习，很好。我们接着看，除了说非常好，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如果吃的人非常多，你还可以形容它怎么样啊？很受欢迎，非常好。这家海鲜很受欢迎。好，说完了刚刚的形容词、名词后边加副词和形容词，还有呢，汉语啊，除了形容词可以做谓语，还有动词也可以，就是动宾组合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的名词是资料，老师说我想说学习资料，那学习资料呢，给它加一个动词。这次呀，我们不拿它当主语了，我们当宾语。提供学习资料可不可以？你想学习 HSK 5级，你需要一些资料，你问老师，老师你可以给我一些学习资料吗？可以，给是一个简单的动词。到5级了，想要把句子写得更漂亮，我们用2个字的哪一个动词？提供，非常好。所以呀，资料变成了学习资料，学习资料前边又给你加了一个动词提供，就直接变成了提供学习资料。那想要变成一个句子，它还缺什么？缺一个主语。好，我们给它加上。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直接给了你一个特别长的句子。我们把它拆开啊，看这个长句子是怎么来的。首先提供了学习资料，对不对？学习资料怎么样？丰富不丰富？多不多？说的详细不详细呢？可以说丰富的学习资料，老师已经给你了，所以动词后边加了，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谁给你的？老师。老师给谁的？给你们的，对不对啊？把它放在前边，用介词短语交代清楚到底是给谁的，那直接句子就出来了。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直接呀就是一个长句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长句子，绝对是你的加分项。再看，除了说学习资料，还有个人资料。说到个人资料，现在发挥你的想象力，搜一搜，你的一些词汇的积累，在你脑子里哪一个动词可以放在个人资料的前边呢？老师选了一个填写。很多时候呀，你们去报名，对不对？报名的时候你都需要填写个人资料，很好。还有呢，刚刚说了一个提供，对不对？你需要给别人你的个人资料，所以你也可以说提供个人资料。那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句子呢？缺了主语，找主语吧。看看老师给的这个句子，报名的时候，需要填写个人资料。说了半天，老师没有主语啊。很多时候呀，汉语的时候主语可以省略，只要你句子够明确就可以，是不是？这句话我们看看明确不明确啊？报名的时候告诉了你，你要填写个人资料，对吧？什么时候写呢？报名的时候。谁需要填写呀？所有报名的人都需要，对不对？所以这里只是告诉你要做什么，而不是特指某个人。我们可以直接说，这就是一个没有主语的句子，无主语的句子。需要 you need 需要这种表示可能啊、需要啊、情感类的喜好呀，是不是要放在哪儿？放在我们动词的前边，所以需要在填写的前面。需要填写什么？填写个人资料。很好，
这个是关于资料的一个例子。再看完了名词，名词呀说了白勺的，还说了什么？对，放在形容词的句子里边，还有动词的句子里边，对不对？可以做主语，可以做宾语等等。说了很多的方法，一共有4个。说完了名词，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呢，动词也是非常重要吧？动词，给你5个词当中，一定会有的是什么？一定会有名词，一定会有动词。所以这2个呀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方法。说到动词一定要，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什么？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呀又是在这里多啰嗦2句了，多说大家2句啊。大纲词汇，要记住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拼音是什么，它的用法是什么，最好呀都要记住了，这样你做题的速度才会非常的快。好，动词首先来看一些固定的搭配。很多动词你知道了意思之后呢，你还要找一找它的好朋友是谁，就是你经常会看到它和哪个名词，或者它经常用在什么样的结构里，你要把它记下来，多积累。好，我们简单的来看几个例子。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对不对？都是老师经常会说感谢大家来听这次的课。好，感谢大家听我们的 HSK 5级辅导课，对不对？所以呢，感谢后边是什么？是一个人，你要感谢的对象是谁？所以把这个人放在动词感谢的后边。比如说，感谢老师，那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还有一个固定搭配啊，就是表达感谢或者表示感谢。好 ，to express， 对不对？你把这个感谢是说给谁的呀？我们就用表达或者表示，记下来，多积累一下。再说用介词结构怎么说呢？你要说了呀，老师，我想用这个人，我还想用表达感谢这样比较高级的搭配，那我应该怎么把人和搭配放在一起呢？用向后边加上你要感谢的人，然后向这个人怎么样啊？向这个人表达感谢，向这个人表示感谢就可以了，把前2个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好，还有的说这还不够，我还要说的更具体。表达什么？表达是我对别人的感谢，不是向我爸爸表达，也不是我妈妈表达，表达的是我的。那怎么说呢？表达我对谁谁谁的感谢。同时我们在这里呀，是把表达放在了前边，然后后边加上我，表达的是我的感谢啊，我对别人的感谢，对谁的感谢呢？就放在介词对的后边。一共给了大家4个小搭配。第一个是感谢后边直接加你要感谢的对象。第2个，你用动词表达或者表示，后边再加感谢。第3个呢，用向引出来你要表达感谢的人。最后不用多想了，直接记住吧。这个第3个和第4个，希望你可以拿个小本子把它记下来，然后直接套进去，好不好？把它就放在你的脑子里，需要的时候提出来，把人加进去，多简单呢，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个句子还有一个更长的啊。为了表达对什么什么的感谢，这也是一个什么固定搭配。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写句子，对不对？这个句子有因为有所以。我要做后边的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感谢，表达对某某某人的感谢。然后我后边你再说你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来看，给你几个例子给你一个例子，给你一个例题，5个词汇：结账、干脆、感谢、零食、海鲜。意思都明白吗？海鲜不用多说了，对不对？结账呢，买单，对不对？这个就是结账。干脆，
我干脆怎么样，就是你想了很多方法，都觉得 A、B、C、D， 选择困难症犯了，那我干脆直接，对不对？直接去选一个吧。说了很多，直接选了一个，干干脆脆的，很好。感谢呢？感谢就是在这儿，表达你的谢意。临时，不是计划好的，是突然想到的，是临时，很好。看到这几个词，用我们的小方法想一想，你要确定的主题是什么？可以拿海鲜去确定请别人吃饭。又看到了感谢，可能是要表达感谢，所以请别人去吃饭，对不对？那在这里要练习的是感谢这个词。好，我们写一个和主题相关的句子吧。感谢朋友帮忙，说了很多，你说我感谢朋友帮忙，可不可以？可以。那说的更长一点呢？为了表达对朋友的感谢，我请他吃海鲜。用到了海鲜，用到了感谢。为什么要吃海鲜？为了表达对朋友的感谢。可能朋友帮忙了，你刚开始只是感谢朋友帮忙，可能你前面有句子前面说我请朋友吃海鲜，感谢朋友帮忙，可以，这是2个小句子。那我们在这儿把它写得复杂一点，为了表达对朋友的感谢，我请他吃海鲜，是不是就用到了最后一个长长的这样一个句型了，这样一个结构，是不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构，你看到了感谢，瞬间就出来了2个句子，甚至第2个小句子你还可以用到其他的词汇，对不对？所以这种表达是大家需要积累的，慢慢一步一步来。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别的搭配。扩大，扩大的一般是什么？对，你可以去扩大规模，很好。还可以呢，扩大范围。做市场的，搞商业的，我要扩大市场。扩大市场，扩大市场的什么？说的更具体，扩大市场规模，这些都是可以跟扩大在一起搭配的，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动宾搭配。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句型，什么句型呢？一起读一读。随着什么什么的扩大，主语越来越怎么样？是不是？交代背景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句子呀。随着这个东西范围越来越大了，所以扩大了，对不对？那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要说的这个话题，它是哪方面的程度越来越高了，是不是啊？这个小句子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下来。除了用扩大，直接用随着越来越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句子。不信你们多做做练习，多找找题目，试着用一用，你看能不能写在一个文章的开头，表达一个小背景呢？好，不多说，我们先来直接看题吧。还是5个词，一起来看一看。成立、扩大、信心、服务、谦虚。写故事可以吗？可以，也可以写观点，都行，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思路。那我们说看一看，有信心、有服务，可能说的是什么？跟商业有关的，跟公司有关的，因为还有一个成立，一般会成立什么？成立一个公司，对不对？这个公司的服务可能比较好，然后员工有信心等等等等，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说老师的思路了，希望你们去想一想你们的思路，重点看这个扩大。我们有了主题，怎么把扩大用到这个主题里呢？扩大可以有什么？扩大规模，很好。然后公司，对吧？我们刚刚说成立的可能是公司，成立之后呢，公司扩大了规模。成立先成立之后越来越大了，所以
扩大了规模，没有问题。接着还有什么句子？规模扩大了，然后呢，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员工越来越多。既说到了公司，说这个公司怎么样，规模变大了，变大有什么影响呢？员工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呀，就把2个小句子放在一个大句子当中，写成了一个长句子了。随着怎么样，主语越来越怎么样，非常好用，真的建议大家敲黑板记下来啊。好，看完了扩大，我们再看下一个，再看一个固定搭配吧。适合这个东西适合谁呢？适合年轻人。有的人说呀，现在这个有些微信呢，有人说微信适合老年人，QQ 适合年轻人，就是说玩 QQ 的大部分呢都是00后，像老师这种90后啊都是老年人了。微信呢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QQ 比较适合年轻人，只是开一个玩笑啊，只是说适合后边可以加适合的对象，听一听就好了。要记住的，在这里可不是听老师在这里说笑话啊。然后还有呢，如果你的主题啊是跟书有关的，说到书，说到报，它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读者。对，这本书这个主题可能适合读者，适合什么类型的读者呢？你自己再根据主题慢慢的来填。适合什么什么的口味，这道菜呀非常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这道菜非常适合四川人的口味，对不对？海鲜非常适合我的口味，因为我很喜欢吃海鲜，所以也是一个小的固定搭配。刚刚说了那么多，我们都在说，直接把这个动词拿来用。在这里呀，还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思维的方式，就是你反着说一说也是可以的。我们写东西嘛，正说说，反说说，把它结合起来再说说，对不对？所以呀，反着说也是一个方法哦。把它呀变成否定，否定完再说，什么不适合年轻人，什么不适合我的口味，都是可以的。所以不要总是局限在看到这个词我就直接把它拿过来用，我们还可以先否定再用这个词。好，还是原来的模式啊，先给大家一道真题来练练手吧。压力、适合、缓解、乐观、偶然，看到这5个词，你们定的主题可能是什么呢？如果是老师啊，老师可能会写学习方面的或者工作方面的。我呢，现在已经工作了，我可能会写工作的压力，对不对？工作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可能需要缓解。面对压力有没有乐观的心情呢？那你缓解压力有什么方法呢？你是怎么找到的呢？我可能是偶然找到了这个方法，都是可以的。这是老师的一个思路啊，不要总是跟着老师的思路跑，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好，那老师顺着老师的思路呀，给你往下讲，你顺着你的思路往下写跟适合有关的句子，我们一起来，你一边听一边写你的。我们说释放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老师认为这种方式适合年轻人，可不可以？当然没有问题。这个句子用到了适合年轻人，说到了适合的对象。还有呢，有些人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为大城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老师刚刚说了，可能想写一个工作方面的，我呢想表达一个观点，在我看来呀，大城市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有可能有的人呐就不适合在工作压力大的环境里呀去工作，他呀只适合非常安逸的，非常羡慕这样的人呐，总是可以过得那么舒服。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呀用到适合这个词了，也跟我们的主题压力有关。在这里说的是工作的压力，有些人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为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大，还用到了一个关联词，因为。有人写到这里，画了一个句号，句子说完了。那你可不可以到5级了，说的有逻辑一点？所谓的逻辑，其实关键在哪里呀？关键就在于你要用一些关联词，把你的小句子连在一起。你刚说了，你表达了你的观点，你觉得有些人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你得告诉别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吧。接着来多说一句呗，因为啊。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你多说一句，显得呀就更有逻辑了，而且还用到了关联词，也是加分的项目。好，看完了适合，我们再来看一看。说了这个固定搭配啊，已经举了3个例子了，其他的例子呢，你们可以像用着老师这样的方法，自己再多练习练习。我们接着看动词，除了固定搭配来帮大家写长句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写一个句子出来呢？说名词是白勺的，说动词当然少不了土也的，非常好。那接着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鼓励。鼓励经常啊，老师今天鼓励你，明天鼓励你，时时刻刻呀都在鼓励你要好好学习，这就是不断的鼓励。还有呢？再三的鼓励，说了很多次了，不止一次啊，是再三的鼓励。还有，鼓励的方式怎么样？经常鼓励你，给你打气，对不对？积极的鼓励，很积极做事情，做鼓励你这件事情，老师呀做的非常积极，也可以说积极的鼓励。有时候呢，可能虽然鼓励了你，还是觉得我还是没有信心，我还是有很多的犹豫，对不对？这个时候呀，老师呀还是很耐心的，细细的跟你说，然后鼓励你。所以前边也可以是耐心的鼓励，当然不局限不是说只有这4个。不断、再三、积极和耐心可以放在鼓励的前边哦，还有其他的，就看大家根据需要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词汇放在土也的前边来修饰我们的动词。好，我们还是先看一道真题吧。虚心、效率、学期、鼓励、羡慕。看到这5个词很开心，有一个学期，那毫无疑问我要说的主题呀，跟学习有关，跟学校的生活有关。那还有鼓励，你在学习当中谁会鼓励你呢？可能是老师、同学、朋友、家长都可以，随便你啊。那我们再来看老师写的关于我们这个主题的句子是什么？老师积极的鼓励我们，积极的鼓励是土也的这样一个动词的结构。那我们呢？鼓励谁？你告诉别人是不是鼓励的是我们？谁鼓励你？老师鼓励我们。所以从鼓励想到了积极的鼓励，想一想鼓励谁，再想一想谁鼓励的，动作的发出者当主语，接收者当宾语，句子也就出来了，主谓宾完美的组合成了一个句子。好，再看。给你一个短句子，再给你一个长句子，慢慢的学怎么写这些长句子。老师不断的鼓励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小短句了，是不是？那我还想多说点，可不可以呀？可以。鼓励我们，鼓励的内容是什么呀？鼓励的目的是什么呀？接着告诉别人嘛，不要老是一说呀，惜字如金啊，不要总是说一说就结束，画个句号了。你跟别人多聊一聊，更亲近，是不是啊？那鼓励你们，希望你们怎么样？希望我们这学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句话先是告诉了你，老师鼓励我们了，对不对？怎么鼓励的？不断的鼓励我们。为什么要鼓励你们呢？
希望你们考试考得好。什么时候？这学期。那考得好也可以说取得更好的成绩。上学期已经不错了，这学期更上一层楼，更好呗。那就是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说完了 A， 把 A 呀具体内容是什么再说一说，把这个句子说的长一点，丰富一点。其实就像你看呐，这就像是一个骨头，对不对？就像一个人的骨架在这里，你把它总得更丰满一点，把它的骨架上面呀要有血有肉。我们说把句子说的丰富一点，这样别人一看也是很舒服的，不要只是干巴巴的一句话。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图也的下一个例子，面对。怎么面对呀？乐观的面对。老师呀天生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不管有什么困难都非常乐观，总是可以乐观的面对困难。那除了乐观呢？勇敢的面对。有困难我不怕，我继续往前冲，那就是勇敢的面对。还有坦然的面对。不能，没办法了怎么办？接受呗，那就是接受，那就是坦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了。最后，面对一些打击的时候非常平静，不哭不闹不吵不上吊，只是平静的面对它。好，这些呢是关于面对的图也的结构。那接着还是看一看我们的小例子，5个词：烦恼、灰心、面对、交流、建议。意思应该都挺熟悉的吧？有没有烦恼？灰心就是没有信心了，就是灰心了啊。面对毫无疑问，面对嘛，面对面，对不对？交流呢？我和你在交流，我说话，你跟我来回说，这个就叫交流。建议非常熟悉，给别人提建议，对不对？建议别人怎么做都行。那我们看一看，你看到了这几个词，想一想主题可能是什么？有灰心，有烦恼，可能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遇到烦恼了，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是不是？那怎么面对的？别人有没有给你建议？你是跟别人交流了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放在我们的主题下边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主题下，如果给你面对，让你去写句子，你会写出来什么样的句子呢？一起看一看老师给大家的2个例子。首先，遇到问题应该乐观的面对。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应该乐观的面对，不要消极，不要被这个问题给吓倒。我们应该乐观。凡事都要看好的一面嘛。短句子结束了，长句子又来了，头疼吗？头大吗？我们一起来看，不要头大。这些长句子呀，可能有一点难度，是不是？如果让你写的话，有一点难度。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呀？有能力的学生，有能力的同学，大家冲一冲，看着老师的长句子，你也试着去写一写这样的长句子，帮自己拿到更好的成绩。如果大家觉得长句子比较难的话，写短句子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再说一遍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什么？先把句子写对，再去写这些花里胡哨、高大上的句子，好不好？所以呀，这个只是让大家有进步的空间，你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还目前到达不了这个方向，没有关系，短句子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帮助你拿到好分数的，只要你写对了。好，来，不多说了，看一看我们的长句子。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困难，不要灰心，更不能逃避。首先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面对困难要勇敢，要直着往前冲，对不对？要勇敢地面对困难。那说完了正面的，老师刚刚说了，写文章怎么样？正说一下，反说一下，对不对？正着反着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句子嘛。你说完了正面的，反着说一说呢？不要怎么样
要面对，要勇敢的面对，不要的是什么？不要灰心，不要没有信心，对不对？更不能怎么样啊？更不能逃避，没有信心已经不可以了。你更不应该的是什么？面对困难我溜了，哎，你现在正看我，我觉得我，哎呀，老师说这道题老师讲错了，有困难了，老师赶紧跑了，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呀，大家也是，如果有困难的时候要勇敢的面对困难，不要灰心，更不能逃避。就是一个长句子，正着说完你的观点，反着再来证明一下你的观点，把这个句子说得更有逻辑，更长更漂亮。好，这个呀就是一个长句子。好，看完了的，我们再看动词和名词一样，同样也是要放在最基本的主谓宾这样一个句型结构里。谓语可以用动词来当，那么动词就是在主语和宾语的中间，非常简单的结构，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们看一看，说到交流，是不是交流是动词？那一般交流什么呢？交流经验，很好，还有啊，交流看法，哎，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别人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家交流一下看法也是可以的。还有意见，不同的人意见不一样，一起坐下来说一说，交流意见。刚刚说交流经验，只是说交流的是经验，什么类型的经验啊？把它说的更具体一点呢？交流学习经验，好，还可以交流看法，对不对？那这个看法是关于什么的呀？是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个看法我们只是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呀，用介词结构给它限制一下，说明具体是哪方面的看法。交流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还是来用例子练一练刚刚的5个词：烦恼、灰心、面对、交流，还有建议。你们来说一说，用交流放在大的主题之下，可以说什么句子呢？好，一起来看一看。我常常和同学交流学习经验。首先交流的是经验，什么经验啊？我是学习，我交流学习经验啊。在这儿除了说我交流你不可能一个人和自己说吧？你跟谁说呢？和同学啊，说的频率呀，是经常说还是说偶尔说一次呢？常常说，所以常常放在最前边来修饰整个动作。好，一起来读一遍。我常常和同学交流学习经验。好，再看下一个，又是长句子来了。好，只是啊，这个长句子你把它拆开来看，其实就简单了。有烦恼的时候，我经常和室友交流，他们总是能够给我一些建议。用到了烦恼，用到了交流，还用到了建议。一个长句子用到了3个词。长句子是怎么来的？3个小短句嘛。首先说的最主要的是，我要和同学交流。那交流什么时候交流呢？有烦恼的时候，说明了发生的时间。做的事情是我经常和室友交流，不是同学，是住在同屋的人，对不对？是室友。那你们交流的时候，室友有什么帮助给你吗？交流的结果呢？他们总是能够给我一些建议，所以非常顺。先告诉别人事情发生的时间，有烦恼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经常和室友交流这件事情。那你发生了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收获呢？你得到了什么？有什么结果呢？他们总是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一个句子。好，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怎么来写。接着看，第四个是怎么样啊？
想要把一个句子写得长一点，其实在汉语当中完全可以用2个动词，对不对？把宾语放在前边，可以是做完第一个动词的动作，再去做第2个动词的动作，也可以呀，宾语直接既当它的宾语，也当动作的第2个动作的发出者都行。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例子，给了你一个帮助。帮助一般你想到的，最简单的是什么搭配？是什么样的小组合呢？帮助我学习，对不对？提供帮助都行。那你可以说帮助我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汉语。谁帮助你？舍友，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小的组合里边呢，我们说帮助是第1个动词，帮助的是谁？帮助的是我。帮助我做了什么呢？帮助我学习了汉语。学习就是第2个动作了。再看，他帮助朋友准备聚会。好，一开始告诉你他为别人提供帮助了，帮助的是谁？帮助朋友。帮助朋友做什么呢？准备聚会。做的也是一个动作，所以第2个动词也出现了。再看第3个，音乐帮助我缓解压力。跟第2个很相似啊。首先，谁为你提供了帮助？在这儿不是一个人，是音乐。可能有压力的时候，听一听音乐会比较放松。那帮助的是我，对我而言比较有用。帮助我怎么样了？缓解压力，很好。再看，你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是不是也会帮你提供一些帮助呢？帮助你怎么样？帮助我实现目标。其实总的来看就是先说一说，谁帮助了谁，对不对？主语为这个宾语提供了帮助。再说一说，那具体的帮助是什么？是帮你学习了汉语，还是你去帮朋友准备聚会，还是这个东西能够帮你缓解压力，又或者是老师的帮助可以让你实现目标呢？就是把第2个发生了的动作再写在后边就可以了。一起再来看一看，宿舍理解、开心、坦率、帮助。看到了宿舍，看到了开心，可能是说学校生活的，在宿舍的一些生活的，对不对？理解，朋友理解你，或者是有些东西你不理解。坦率呢，形容人的，这个人是不是坦率的人呢？帮助，动词帮助出现了啊。想一想是谁帮助谁了，帮助他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句子。舍友常常帮助我学习汉语。因为讨论的是什么？学习生活，对不对？然后又是发生在宿舍里的，所以主语写了舍友。舍友怎么样？会帮助我。给你提供的帮助是什么呢？学习汉语。经常帮助你吗？是的，我们都是好朋友，所以舍友常常帮助我学习汉语。第2个，长句子来了啊，还是说明了时间，对不对？压力大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压力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什么？我喜欢听音乐，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可以帮助我缓解压力。所以这个也是整个就是用了帮助，帮助后边是我帮对象，帮助你做了什么？帮助你缓解压力。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例子。鼓励，刚刚说老师鼓励，除了老师呢，父母也可以啊。父母鼓励你做什么？你要好好学习呀，你要学中文呐，学中文非常有用啊，所以父母鼓励我学习中文。老师呢？老师鼓励大家积极参加，没说完，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考试啊等等等等都行。首先告诉你，鼓励的是大家，鼓励大家去做什么呢？第2个动词参加，怎么参加？积极参加，要积极一点。第3个，朋友
鼓励我努力实现梦想。朋友的鼓励，鼓励谁？鼓励我，鼓励你做什么？去实现梦想。实现梦想要怎么样？要努力，对不对？所以是我努力实现梦想。领导鼓励员工主动学习。经常在 HSK 考试当中考的就是什么呀？学习、工作、生活等等，对不对？那说完了学习，我们说一说工作。工作的时候，领导喜欢什么样的员工啊？主动学习的员工，经常要有一颗好学的心，多学一点新的内容嘛。要主动学习，谁学习？员工。谁鼓励？领导鼓励。鼓励谁？鼓励员工啊。所以先说主语领导，动词领导是做什么呢？领导鼓励了，领导鼓励谁？鼓励员工。那鼓励员工做什么呢？动词2出现了啊，要学习，在这里再加一个修饰语，是主动学习，不是领导命令你去学习，你再去学习，而是领导不说的时候，你也要自己主动的学习。最后我们还是看我们的例子这5个词之前已经用过了，有虚心、效率、学习、鼓励和羡慕。经常看到学习应该是发生在学校里边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句子吧。这学期我的成绩有进步，老师鼓励我继续努力。首先呢，先交代一下背景是这个学期发生了什么呢？我的成绩有进步，成绩考得更高了。那老师这个时候怎么样啊？老师继续鼓励你。老师鼓励我，鼓励你做什么呢？继续努力。不要骄傲，不要说成绩进步了就放松了，还应该继续努力。再看一次，再看一句学校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老师鼓励大家积极参加。用到了我们的第2个小组合，老师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参加什么呢？告诉你了，一开始学校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所以你们要去积极的参加这个演讲比赛。这些呢就是跟鼓励跟学习有关的大主题之下写的2个小句子。好，说了这么多方法很多，例子很多，练习也很多，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学到的东西多不多呢？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主要说的是什么？名词和动词。名词怎么来把它写句子呢？白勺的，好，做宾语，好，等等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明了动词呢？图也的，对不对？前边加副词都可以。所以这些大家听完这个课之后再回想一下，在自己的本子上多练习练习老师说的那些方法。这节课的最后还是老样子祝大家怎么样？考试顺利。最后我们下节课再见。